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想跟大家聊一个，如果你听懂的话，可能会对你的现在的人生，还有你未来，还有你的下一代的人生，都会很有帮助的一个课题，那就是通货膨胀。这样夸张吗？是真的很有帮助。其实通货膨胀这一个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通货膨胀的意思就是会随着时间呢，然后那个物价会越来越贵。所以今天我们想通过这个视频来帮助大家来知道到底什么是一个通货膨胀，是什么造成会有通货膨胀的这个现象。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给大家来明白到底什么是通货膨胀呢？其实就是想象一下，现在这整个世界就只有一个村庄。那比方说这一个村庄呢是有100个居民，然后有100头牛，然后每个居民手上呢是有10个黄金。然后呢，这个居民如果想要换1头牛的话，可能1头牛卖的就是5个黄金。那如果呢，今天村民呢突然间发现，在村庄的后面呢有一个金矿。然后呢，他们去往那边发掘了这个金矿山之后呢，就每一个村民的手上呢，就多了1000个黄金。可是整个村庄里面的牛还是100头牛。那这时候呢，你觉得要买1头牛还会是5个黄金吗？他知道能砍啊，肯定起价。对，就肯定会起价了，对吧？所以这一个故事的背后呢，就是说，当货品的供应呢的数量还是保持在一样的时候呢，如果货币增加了的话，就你以为你是变富有嘛？但是你没有变富有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这些钱是要拿去做交换的，交换一些你需要的商品。钱给我们是没有用的，钱的价值只有体现在它能够交换到我们生活上需要的东西，而显示出它的价值。大家知道通货膨胀的存在，也知道什么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有通货膨胀。那为什么需要有通货膨胀呢？其实这个是从古罗马时代的时候呢，都已经正在发生着的一个事情。以前的币是真的是用银去打造的，因为银是一个有限的资源，那么呢，他们就在那些货币那边呢，把那个银的成分开始稀释。当时的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个不断稀释币里面的银的成分呢，来增加货币的数量，就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那这一个手法呢，就是叫做铸币税。很多现在的国家呢，就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增加自己国家的收入。其实那个牛是政府，就其实那个不太对的，你说那个牛是政府，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比喻来给大家看到货币跟商品的直接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正要去讨论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人类的历史都会有通货膨胀的存在嘛？那拿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那当时台湾呢要印一张2000元的纸钞，它的成本呢只需要5元，就这张纸钞是2000元，但是政府把它印出来只需要5元。那剩余的1995元呢，其实就是增加了政府的购买力。所以其实政府呢，它是想通过增加货币的数量呢，来去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的繁荣。如果能够控制得好的话呢，那你增加一些货币，然后人们因为有了这些货币，购买力增强了之后呢，那导致呢会有更多的生产的需求，有更多的生产的需求呢，就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国家也可以把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给国外。重点就是只要你人民的收入提高，有工作机会，然后人民就会把钱花掉，然后就变相的把钱又流回去给政府。从经济的假象来看的话呢，国家更繁荣了，所以就变发达国家。就没有变发达国家，就是你的经济是在增长的。那津巴威这样讲，就在历史上呢，有好几个国家曾经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恶性通胀。恶性通胀的意思就是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印了太多的钞票。那津巴威在80年代的时候呢，要换1美元呢，只需要0.6元的津巴威的钱。其实它这个国家，整个国家的农产也非常的发达，其实它的整个条件是蛮好的。在80年代之后，给自主吧，80年代之后他们是独立了，然后自己管自己了。之前是有国家管他的，对，英国统治。自从他独立之后呢，
自己的国家政府呢就没有妥善的管理，他们呢能想到的就是不断的发行新的货币，但是是失败的，因为在你没有的把你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提升之下，你不断的发行新的货币，那只会造成恶性通胀。所以呢，2008年的时候呢，津巴维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只是单单那一年呢就达到2.3亿巴仙，也就是说，2008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你的1块钱的津巴维钱呢，在2008年的12月份呢就变成2.3亿了。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如果通货膨胀是没有管理的好的话，就会造成恶性通胀。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很多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呢是政府管理的比较好的，大家都尽量的把它维持在2%到3%左右。但是最近疫情已经失控了。对，大家可能最近肯定会有感受得到通货膨胀在自己的生活里。那很遗憾的说呢，这个通货膨胀呢，在接下来呢会变得越来越惨烈。美国在今年呢，从1月份呢到11月份呢，它的通货膨胀率呢，从年头的1.5%飙涨到6.2%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会发生一些开始比较失控的通货膨胀呢？其实就要从2020年的疫情开始，这一些呢，都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太过泛滥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有钱的人更有钱，穷更穷。对，就通货膨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做凯恩斯，他就是说过，通货膨胀呢，如果从长线来看的话，就是让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让穷人变得更穷的一个经济手段。从长线来说，是财富转移机制。所以我们有机会了。财富转移嘛？你说？对，财富转移机制。转这里啊。慢慢的从长线来说是这样子发生，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去说，给一个例子给大家去看一看。现在呢有2个人，一个叫做老黄，一个叫做老李。那老王呢，他比较有一些投资的思维，然后他可能他的人生起步也比较好。那老王呢，就用了10万块钱去买了一套价值50万的房子，那剩余的40万呢，就是肯定是跟银行贷款嘛。老李呢，他就不喜欢欠银行钱，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必须存更多的钱，然后才去买房子。哪怕是通货膨胀呢，他也觉得那我应该要以现金为王，手上拿着更多的现金更好。避免欠银行更多的钱，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压不过去，因为他觉得物品都在不断的涨价了，我还欠银行的钱，会对我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压力。那老李呢，他的买房计划呢，就是他想通过每一年存3万块钱，然后15年过后呢，他就能够存45万，然后就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但是15年过去了之后呢，老王当年买的房子呢，就从50万涨到了150万，而老李呢，存了15年，的确也存了45万了，但是他的45万呢，还是不能够让他买到一套房子。那如果老李15年后他妥协了，因为他可能是成家立室，他必须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他就妥协，他就认命吧。我们说这个字认命，他就选择去贷款来买房，把自己存下45万当首付。那比方说他买的就是老王的这套150万的房子，那他就选择把45万作为首付，然后剩余的105万是贷款。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的话呢，老王呢就变相从老李的身上赚了100万嘛。这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导致有钱的人越有钱。因为通货膨胀呢跟房产的关系就是房产呢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富有的人都选择投资房产，这整个财富的这个分化会非常的大。只是一念之差，思维上就思维上的分别。那在投资界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家，他叫做 Ray Dalio， 他是投资家，他不是 economist 吗？他是以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去选择你要投资哪一些商品，他主要的就是分析整个宏观的经济的走向。那他就发现从1930年到现在呢，这个世界上10%富有的人的财富跟世界上90%的人的财富是已经来到了将近一样的水平了。这一个现象呢，在接下来的可能20年、30年、40年，可能会慢慢发展得到这10%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会超越其余90%的人的财富总和。比方，我们再用一个房产作为例子，如果你是有房产的，然后你去世的话，你的房子就会留给你的下一代。
那你的下一代就是我们所谓的富二代了，你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了。对，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去买10套房，然后呢，他的下一代呢就是拥有20套房，因为这个房产的都是能够长期持有的，所以呢就变成财富是能够一直继承到下一代的。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来去抵消通胀呢？房产、股票、投资。啊，我也想做富二代。